于朦胧事件像野火一样越烧越旺，他走了，说是意外，可整个网络的走向越来越不像意外。先看3个关键的讯号。第一，白真上神渡劫记火到出圈，用仙侠讲现实，一句台词若真相不能说，就让光替我说，被做成了海报、T 恤、群组暗号，越删越多，越禁越火。第二，英国灵媒泰威廉姆开直播爆料，刚说出关键词，频道就被限，跨境施压传出来。他哽咽着说出的那句“若我有不测，请记住我没说错”，让全网炸锅。第三，国际请愿网站阿袜子的连署正在狂飙，签名冲上50万，一天狂增5万，从粉丝悼念变成全球发声。而同一时间，墙内的净网2025全面收紧，影片被删，账号被封，留言被清。所以问题来了，是谣言太多，还是真相越近呢？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今天我们要把这3条线接到同一个问题上：谁在掌控叙事？谁在对抗遗忘？9月11号凌晨，演员于朦胧从北京朝阳区一栋住宅5楼坠下，年仅37岁。这个年纪本该是他事业最稳、状态最好的时候，却以这样的方式匆匆地告别了世界。警方通报里只写了几个字：酒后意外坠楼，排除刑事嫌疑。但1个多月过去，网络上的质疑不仅没有平息，反而像野火一样越烧越旺。越来越多的人在问，一个几乎不喝酒还有严重的恐高症的演员，怎么会酒后坠楼呢？而就在沉默与封锁之间，民间却出现了另一种回声。粉丝与网友自发制作的动画短片《白真上神渡劫记》正在 B 站火热连载中。这部动画的出现可以说是这场悲剧里最意外也最动人的反击。创作者借用了于朦胧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饰演的角色白真，让他以上神渡劫的方式重返人间。表面上是仙侠幻想，实际上是一场隐喻，一场关于勇气、压抑与觉醒的隐喻。整个系列目前已经播出了14集，每集仅有几分钟，以手绘动画为主，台词犀利又克制，寓言式叙事却句句扎心。故事开篇，白真在云霄台渡劫失败，被贬入凡间，化身名叫阿龙的青年。他不记得前世，只在梦里听到一句话：别忘了真相。每一集都是一场心结，有人被陷害，有人被沉默，有人被消失。而白真一次次的选择挺身而出，哪怕代价是魂飞散。到了第7集，剧情明显转折，白真发现这个凡间其实是一座由记忆构成的监狱，所有被禁言、被遗忘的人都化为一朵花，一开一谢之间就有人被抹去。第10集中，他点燃火焰对抗黑雾，并喊出全剧最受传颂的一句台词：若真相不能说，就让光替我说。这句话被网友疯传，改成海报、T 恤，甚至成为网民用以回应封锁的代号。动画的风格以水墨笔触结合 AI 上色，画面古朴却灵动。每一集的片尾会闪过真实新闻标题的残影。于朦胧热搜异常消失， B 站关闭评论区，虚构与现实的界限被彻底打破。网友说，这不只是粉丝的爱，是艺术版的抗议。制作团队并非专业公司，而是一群自发组织的年轻人，有人负责分镜，有人配音，有人剪辑。据匿名的网友透露，他们将伺服器设在海外，片头片尾加密上传，每当影片被删除，就有另一个账号接力上传。这种接力渡劫的行动如今成为象征。截至目前，白真上神渡劫记在 B 站、油管与推特3个平台合计播放量突破600万次。虽然多次遭到下架，但仍有上百个镜像账号持续转传。评论区里一条留言被顶到最高，他们想封锁的是真相，而我们要记住的是一个人的光。
于朦胧坠楼身亡后，中共官方宣布将此案纳入净网2025专项行动，打击所谓造谣传谣的网络行为。多名网友被拘留，抖音删除了1300多条相关的视频，微博的热搜榜则被完全控制。但删帖删不掉真相，禁言也禁不住人们心里的共鸣。于是，在审查的缝隙里，这部动画成了象征。它不仅是对于朦胧的纪念，更是无数普通人用创意与勇气对抗荒诞现实的一种方式，让白针上神渡劫记不再只是粉丝的致敬，而成了一种以艺术形式发出的控诉。他用仙侠世界的叙述，讲了一个再现实不过的故事。或许对许多人而言，这场渡劫不仅属于白针，也属于那些仍相信真相、仍愿意发声、仍在沉默中守护良知的人。而民间的觉醒并不止于动画。接下来是工商时间，我们大师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了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也可以分享全家。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的优惠码大10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一场跨越国界的联署行动正在迅速扩散，阿袜子发起的国际请愿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签名的人数已经突破了43万，正在直逼50万的目标。这份联署呼吁联合国及多个人权机构介入调查，焦点集中在2个问题上：言论自由的被压制，以及娱乐圈长期存在的潜规则。参与者的背景也颇具象征意义，其中有中国留学生、海外华侨，也有不少好莱坞的影迷。他们跨越地域，在同一份表格上签下名字，表达对一个演员命运的关注，也是在为一个更大的议题发声。根据阿袜子公开的最新数据，仅在10月15号这一天，就新增了5万份的签名，远超组织原先预估的增长曲线。这种爆发式的参与让许多观察者感叹，这已不只是娱乐事件，而是一场公民意识的集体觉醒。与此同时，国际人权组织的声音也陆续出现。早在事件发生2周后，国际特赦组织罕见地发表声明，直接点名净网2025行动，批评中共当局以打击造谣为名，实质上是在压制公众讨论。他们呼吁中共政府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回应社会关切，而不是靠抓人、删帖或封号来制造平静。这些最新的发展证明，于朦胧的离去并不是结束，而更像是一场觉醒的开端。大陆的民众用动画片表达悲伤与质疑，海外的民众则用签名与传播去延续这份追问。观众朋友们，您觉得国际力量的介入能倒逼中共当局调查真相吗？而这把被点燃的火会持续到照亮真相的那一天吗？如果说于朦胧事件是娱乐圈的冰山一角，那么英国灵媒泰威廉姆的介入就像是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他自称通过通灵与于朦胧的灵魂进行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对话。这番爆料不仅在中港台的网络引起热议，
后续还牵扯出跨国压力、平台审查的惊人内幕。泰威廉姆是谁？他是英国知名的灵媒，频道专注通灵故事和灵界讯息，常分享名人亡灵的遗言。9月底，他首次提到于朦胧。他说，他的灵魂很不安，飘荡在北京的夜空，像一盏被风吹灭的灯。10月初的直播中，他详细描述了通灵的过程。闭眼冥想，于朦胧的影像浮现，他身穿白袍，如白针般温柔，却满身伤痕。灵魂透露，我不是意外，是被献祭。那些人想用我的灵魂换取权利，但报应从10月开始。这些话听起来玄幻，却与网传细节惊人吻合。在最新的一期直播中，他甚至哽咽地提醒观众，任何关于于朦胧的话题都可能遭遇阻拦与删除，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全。他强调，希望大家不要再提出相关的问题，因为信息传播已经触碰到敏感边界。与此同时，他在另一场直播中激动地提到，自己遭遇了平台的身份验证限制，需要提交个人信息和照片，这让他倍感压力。他透露，背后存在来自海外与部分娱乐机构的联合施压，要求下架视频、关闭频道。在直播中，他多次的哽咽，语气沉重地强调自己没有造谣，只是转述所获得的信息，并坦言，我只是个普通人，为什么会被盯上？如果我遭遇不测，请记住，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我只是说出了我所能看到的真相。他最后总结道，即便有人想抹去我，真相依然会存在。消息一出，中港台网友立刻炸锅，评论区里刷屏，他的恐惧太真实了，如果是假的，为什么中韩方面要施压？网友的声援如潮而至，越压制越证明说的是真话，他说的越多，审查越快，这不就坐实了吗？至今他的频道依然在线，未来会怎样，没人能预料，但他的勇敢让我们看到灵界与人间都在为于朦胧呐喊。最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因于朦胧案而作品受到影响的另一位女星赵露思的最新现状。提起26岁的赵露思，她可是95后小花的代表，从传闻中的陈芊芊的甜宠女王，到星汉灿烂的古光侠女，总能用笑容融化观众。但2024年底，她经历了人生的最低谷，与经纪公司银河酷娱闹翻，罹患重度抑郁症、失语症，体重一度瘦到36.9公斤。而2025年的大陆影视市场最近推出的由赵露思与陈伟霆领衔主演的剧集《许我耀眼》，就像一匹横空出世的现象级黑马。尽管因赵露思与经纪公司银河酷娱闹解约纠纷，官方营销停滞，事先没有进行任何的官宣和预热，但该剧开播短短10天就创下收视热度双双成冠，不仅刷新腾讯都市剧最高热度，也成为2025年最快晋升爆款俱乐部的剧集。据银河数据显示，许我耀眼单日收视率 39.2%， 不仅已经超越此前的南红，成为年度现代陆剧王，而且在大陆的猫眼陆剧热度榜、台湾奈飞收视排行榜，该剧都夺下冠军，并登顶海外平台 VTV 全球11国热度榜。这部剧零预热、零宣传上线，却逆袭爆红，观看量破13亿。赵露思饰演许妍，一个从谷底爬起的女孩，戏里戏外都像她的写照。剧播后，17部戏约找上门，甚至有金主愿付高额解约金帮她摆脱公司纠纷。粉丝兴奋，露思回来了。据业内人士分析，许我耀眼收视和热度爆棚的原因，一是因为剧情反套路又高潮迭起，譬如前期看着赵露思饰演的恶女主播许妍，身份屡屡被揭穿，却又凭智慧化险为夷，绝地反击。二是全员演技不俗，除了男女主角赵露思、陈伟霆，配角的戏份也引发不小话题。三是赵露思主动争取角色，并自备服装，克制式哭戏等演技获赞脱胎换骨。尤其是她在剧中造型百变，不仅提升了剧集的视觉效果，而且230套私服穿搭引发跟风潮，同款的商品在网上断货。
但近日的直播让大家心碎。赵露思分享，生病后荨麻疹好了，但精神状态差。一次直播活动后，回家就得歇好久，没有精气神儿。更震撼的是，脑波检测结果情绪稳定，但脑部活跃度偏低，整片蓝色。医生解释，这是抑郁后遗症，大脑向冬眠，无法快速恢复活力。他坦言，接到不少剧本，但为了健康暂婉拒，品牌合作拍戏都先放放。除了身体的原因之外，许我耀眼原本话题度极高，但因为范世琦被传与于朦胧坠楼事件有关，舆论焦点险些从剧情本身转向争议。许多于朦胧的粉丝留言，看到范世琦就生气，别给他流量，甚至号召发起大规模抵制。这也让赵露思休养后的复出之作遭遇了无辜牵连。作为赵露思休养后的首部作品，粉丝们心疼的喊冤，强调不该将矛头指向剧组或其他演员。露思真的很无辜，呼吁外界不要殃及池鱼。对于正与经纪公司陷入严重纠纷的赵露思而言，这场突如其来的舆论压力无疑成为她复出的第一大考验，也让她必须在光环与风暴之间谨慎前行。于朦胧的离开是结束，也是开始。有人用画笔续命，有人用联署发声，有人用灵感通灵。当真相被掩埋，人性会自己寻找出口。或许这场渡劫不只是白真的故事，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仍相信光、相信善的人们的渡劫。你相信真相终会被照亮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我们下期见。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